我觉得你们家真有意思，你妈4点叫我起来给你做饭，怎么我没嫁进来之前你们家没人做饭？4点，昨晚咱们2个几点睡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妈还说以后我每天都要早起给你们家做饭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家这样，那我伺候不了。反正咱俩只办了婚礼，还没领证，要不咱俩就这样吧，不合适。老公彻底傻眼了，他有点懵了。新婚第2天，老婆自己飞去京市，还要跟他说分手，这叫什么事啊？我听到电话里，他气急败坏地问婆婆：“妈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叫他起来做饭干什么？咱家饭不都每天是你做的吗？我刚嫁给你爸的时候也要起来做饭啊，怎么我能做他就不行了？那能一样吗？你那时候还啃树皮呢，你现在怎么不去啃了？好了，怎么对你妈说话呢？你妈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？怎么就为我们好了？还不是她自己控制欲太强？谁家好人4点叫新媳妇起床做饭？好了，儿子，她都嫁给你了，你还怕她跑了不成？嫁什么啊？我俩还没领证呢。没领证，公婆这下傻眼了。而此时的我正回到温暖的家，我爸妈看到我回来很惊讶，毕竟当时说好的回去办婚礼，要1个星期后才回来，现在不应该在拜访陆文远家亲戚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把婆婆早上4点喊我起来给全家做饭的时候，我爸妈说了，我爸气得不行。太过分了，他儿子是人，我闺女就不是人了。我闺女在家都不做饭，去他们家做饭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？就是，也不是说1点家务都不能做，而是这才结婚第2天呢，4点就叫人起来做饭，我也觉得太过了。这是想拿捏人呢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我爸妈平常都是文质彬彬的人，这已经算中华了。我倒没有太生气，毕竟作为经常逛小某书的人，这种拿捏儿媳妇的事早见多了。当婆婆的都想趁着刚结婚的年轻人脸皮薄，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会反驳，赶紧抓紧时间立威。然而这次陆文远妈可想错了，我天生脾气暴躁不好惹，让我开心了什么都好说，让我不开心了谁都别想开心，想拿捏我，下辈子吧。我开导了我爸妈一顿，然后带着他俩开心的去吃了顿火锅。如果结婚了就要给婆家全家人做饭，那我宁愿不结婚吃火锅，毕竟婆家的情绪价值能比得上人家海某捞。我正吃得开心，婆婆的微信发了过来：曼宁啊，你说你气性怎么这么大？妈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真生气了，快回来吧，回来妈给你做饭吃。文远都要急死了。陆文远急，我看是你急吧，毕竟结婚第2天媳妇就跑了的，实在他们全村可能也找不出第2个来。我回道：别了啊妈，我也不会做饭，回去光蹭饭吃有些不好意思呢。婆婆语气滞了一下，打着哈哈道：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以后你就管吃就行。那样不太好吧，岂不是太没礼貌了？我还是不回去了，你们好好吃吧。婆婆一看急了：妈都这样求你了都不行吗？你是不是得我给你跪下才行啊？你个年轻人不要和我老婆子一般见识好吗？我没回，反手把他拉了黑，还跪下？你搁这给我演戏呢？你倒是跪个看看啊！老公陆文远也不断给我发信息：老婆，你快回来吧，家里亲戚都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了，他们都把妈给说了一顿，妈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我保证这种事不会再有下次了，都怪我睡得太死了，才没阻止我妈作妖。你回来吧，回来罚我跪洗衣板都行。从你离开后我都没吃过东西，你忍心吗？我没管，放下手机继续和我爸妈开心的吃火锅，你吃不吃东西关我屁事。心疼男人是一切不幸的开端，你说回就回，你以为换狗呢啊？这次不把你们理顺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而这时陆文远家族群热闹了，陆文远大姑在群里拍了一桌子饭菜的照片：园子啊，我饭菜都做好喽，一会带着新媳妇快点来哈，你大姑我红包都准备好了。陆文远妈今天不过去了，孩子们结婚累了，歇1天再过去。他以为我脸皮薄，不可能把家丑往外扬，却没想到我直接在群里发了：大姑，我就不过去了，饭菜你们自己吃了吧，今天我已经回京市了。他大姑惊讶道：什么？这才刚结婚怎么就回了？不是，我菜都做好了，你们不来这不是浪费吗？我发了个委屈的表情。结婚那天晚上我12点才睡觉，4点婆婆就叫我起来做早饭，现在睡眠不足，头疼的厉害，我只能回京市了。毕竟京市这边医疗条件好，有个头疼脑梗什么的能救得快。群里安静了一下，过了一会，陆文远大姑回复道：嫂子，你这做法可不对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旧社会那一套。陆文远二姑就是人家姑娘又不是嫁过来当保姆的，你这样会把园子的婚姻搞砸的。陆文远小姑，嫂子，你那时候刚嫁进我家的第2天可是睡到日上3竿的，你自己都做不到还让人家做，
这就过分了吧？陆文远小姑对我婆婆这个嫂子不满已久，抓住这个机会，当然少不了在群里讽刺她几句。婆婆仗着儿子有出息，没少在亲戚们面前耍威风，哪里像现在这样被嘲讽过？整个脸可以说都被放在脚下踩了。第二天，我刚起床，家里敲门声就响了起来。我妈打开门，只见老公陆文远和他爸妈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，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的。婆婆一张脸耷拉着，再也没有以前的趾高气昂。陆文远说道：“爸妈，我来接曼婷回去。”公公也满脸陪笑：“亲家母，我们来给曼宁赔罪了。”公公推了一下婆婆，婆婆不情不愿地说道：“这事儿怪我不该让曼宁起来做饭。曼宁，妈年轻时候伺候公婆习惯了，忘了现在时代不同，妈在这里表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了。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”老公陆文远也抓住我的手，眼眶泛红：“老婆，我发誓以后家务都我做。”老公轻声劝我：“咱们别因为这点小事散了。我也和我爸妈慎重谈过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你别生气了好吗？”说实话，婆婆叫我起床做饭这件事虽然让我很生气，但也还没到和陆文远分道扬镳的地步。毕竟从大学到研究生这么多年相处下来，是一条狗也有感情了，更何况是人。而现在公婆也做出了这个表态，想他们以后也不敢再闹这种幺蛾子。我懂得见好就收的这个道理，就没有吭声。我爸妈更是心地善良，看到公婆这么低声下气的来道歉赔罪，气早消了，想着毕竟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错误，也帮着公婆开导我。我本来也就是要个态度，趁机立立威而已，于是就假装勉强的同意了和陆文远回去。见我同意了，陆文远满脸笑容，公婆也松了一口气。但是当天机票已经没有了，只能住一晚等明天了。我和陆文远陪着他们，在我家周围去找了家宾馆，让他们在里面住一晚，安顿好了他们后，陆文远说想留在这陪陪自己爸妈，让我先回去收拾下行李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再一起出发。我应了一声，离开酒店房间往停车场走去。然而快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车钥匙掉在了酒店房间里。我走回了房间，想拿车钥匙，正要敲门，里面响起婆婆的声音：“这个死丫头，气死我了！我从来没这么丢脸过。儿子啊，你说你现在工作这么好，长得也帅，为什么非和这死丫头在一起？”婆婆气得咬牙切齿：“要我说，你把她肚子搞大再甩了她，我看她还高傲个什么劲儿！”我停在门把上的手收了回来。陆文远的声音响起：“妈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曼宁他爸的人脉能帮助我早点评上副教授，你说你非和他闹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就算想争口气，也得等我俩领了证是吧？最好是等生了孩子，他不就被绑死了吗？到时候你再怎么搓磨他不行。我俩现在还没领证呢，你就不能忍忍？”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说这话的是对我千依百顺多年的陆文远。我没有出声，继续听着，只听婆婆说道：“那你倒是快点和他领证去啊，磨磨蹭蹭的，最好明天就去。”陆文远烦躁地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们原本不就打算今天去县民政局领证，还不是被你搞这一出给搅黄了？”妈，你说你这脾气就一点都不能忍忍吗？儿子，都怪妈，妈没想这么多，就想着拿捏下他，省得你在他面前老低声下气的。好了妈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以为结婚第二天早上你叫他起床做饭我不知道吗？陆文远叹了口气：“我那时候早醒了，不过是闭着眼装睡。我本来想着他怎么样也能忍忍，却不想他这么不懂事，竟然自己跑回京师。你放心妈，等领了证，等我评上教授，等他家钱都成我的了，我一定收拾他服服帖帖的给你出气。”好儿子，这次是妈错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那妈就忍忍。这就对了妈，曼宁他家就他一个独生女，以后什么不都是我们的？你知道他们家几套房子吗？3套，他爷爷给他留了1套，他爸妈2套，这些以后都是我们的啊，不然光靠咱们家能在京市买得起房吗？我知道你老想着让我找个现成的女的在一起好拿捏，但那些女的家里的钱有曼宁家一个零头多吗？为了钱你也得忍忍。家3套房呢，等到时候把你和我爸接来京市单独住1套房。我听着里面他们一家算计的声音，浑身冒出了一身冷汗。我还是天真了，我想的是小打小闹的立威，却不想人家陆文远想的竟然是吃绝户。不过让我冒冷汗的不是他想吃绝户，而是他竟然隐藏的这么深。这是那个对我百依百顺的老公，这是我谈了7、8年的男朋友，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发现，亏我还以为只是婆婆想对我服从性测试，却不想陆文远的心思比婆婆更加歹毒。原来从一开始陆文远和我在一起就充满了算计，这是一直等着吃绝户呢。还有原来他妈叫我早上起来做饭的时候他也醒了，不过是在闭着眼睛装睡，顺水推舟的想看我服不服从他妈的指令。看看这心机，我这还天天自诩自己聪明，结果这智商给人家提鞋都不配。越想我越气，想吃我们家绝户？做梦吧！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恋爱脑的沈曼宁已死，现在是钮祜禄沈曼宁。说实话，我在心里暗自庆幸婆婆整了这一出，不然我还真看不清陆文远的真面目呢。想想差点婚后和一条蛇同床共枕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这个证肯定是不能领了。
不过也不能就这么分了，我要闹得他们全家鸡犬不宁，最后身败名裂。第3天，我假意乖顺的和老公回去了。回去当天，老公就想带我去县城民政局领证，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推迟了。而婆婆再也不敢早上叫我起床做饭了，毕竟她知道我真的是会说跑就跑。每天我都睡到自然醒，醒来后桌子上就放着做好的早饭，都是婆婆一个人做的。陆文远爸和陆文远心安理得的吃着，我也不管，拿起来就吃。人家当老头子的和当儿子的都不心疼，我一个外姓人有什么好心疼的？然而婆婆对他们2个是心甘情愿的付出，对我这个儿媳妇可就不那么情愿了。虽然她不再让我做饭，但没少在饭食上耍小心眼。我不能吃辣，很好，桌上每一个菜都有辣椒。婆婆假笑道：“曼宁，你快吃呀，这都是妈特意给你做的，知道你不吃辣，还特意少放了一点。”我看了一眼满桌的菜，辣椒炒鸡蛋、辣椒排骨汤、辣椒包子，我没动筷子。婆婆催着：“快吃呀，快吃呀，都是今早刚买的菜。”我站起身，狠狠扇了老公陆文远一巴掌。我质问陆文远：“我吃不了辣，你是不是没跟咱妈说？你看咱妈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菜，没一个我能吃的，你故意挑拨我和咱妈的感情是吧？”婆婆傻眼了，她没想到我竟然直接对她儿子动手。我心里冷笑：你儿子为了算计我，假意讨好我，别说一巴掌了，就算我把他脸扇肿，他也不敢放个屁。果然老公忍了忍，直接朝他妈吼道：“妈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放辣椒，你听不懂吗？”公公也训斥婆婆，婆婆脸涨得通红，而我则悠闲地打开外卖软件，点了一份丰盛的午餐，还点了一杯奶茶，然后一边吃一边看着婆婆被父子2人骂成狗。婆婆被骂了一顿，老实了2天。虽然她做饭不敢放辣椒了，但还很不服气，没事也给我添着堵。我早就不打算和她儿子继续过了，也没放在心上，就当个乐呵看看，然后每天绞尽脑汁的想着怎么报复他们。当然了，要是让我心里不痛快了，我也不惯着他。第4天，我坐在沙发上用电脑办公，婆婆在旁边择着菜，说着说着，说到了陆文远的前女友。婆婆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，说道：“不是我说，陆文远的前女友，就他的高中同学赵婷婷，那是真好的一个女孩，长得又好看又能挣钱，最主要的是可孝顺了，方圆几里找不出这么孝顺的好孩子。”我眼皮子都没抬，说道：“原来陆文远前女友这么好啊，难怪会甩了他，他确实配不上人家。”婆婆脸上的笑僵住了，她是想通过抬高儿子前女友来贬低我，可不是想听我贬低他儿子的。我内心冷笑了一下，小燕儿，我可是有小某叔当后盾，想和我阴阳怪气，还治不了你了。婆婆恨恨地择了根芹菜，差点没把菜干子掐断，胡说八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他更优秀。她话没说完，我惊奇地说道：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眼下看上了别人挑剩下的垃圾？哪有母亲这么说自己儿子的？不过真是太可惜了，要是你儿和前女友成了，我就不用来你家受苦了。”话说回来，他到底为啥没跟他呢？难道是听说有你这么个滚刀肉婆婆吓跑了？被我一顿阴阳怪气，婆婆脸都绿了。老公回来听说后，把婆婆又狠狠训斥了一顿。妈，你和曼宁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？我哪有什么前女友，那就是一个普通同学，我从小到大谈过的只有曼宁一个。老公气急败坏的一边训斥婆婆，一边和我表忠心，被儿子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顿，婆婆脸涨得通红。老公训斥婆婆的时候，我没有出声阻拦，连意思一下都没有，最好多骂几句，狗咬狗，活该。老公说的越来越难听，婆婆也不忍了，母子2人在我跟前吵了起来。我听着开心极了，吵吧，这只是开胃菜，我不光要让你们家鸡犬不宁，还要让你们身败名裂。虽然看他们吵架挺痛快，不过我也有点着急，毕竟我只请了几天假，怎么样能在这几天里快速的报复他们呢？要不说我从小运气好，打瞌睡了就有枕头递过来。这天陆文远大伯来到家里，看到我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阴阳怪气的说道：“现在的女人啊，啥活都不干，换我们那年代早被婆家打死了。”婆婆在旁边没有出声，听着她训斥我。好啊，这是找人来给自己出气了，这我能惯着？我直接讽刺的说道：“你们也就生的时代好，一夫一妻制保护了你们，不然换成现代社会，还拉着这个熊架势的话，估计得打一辈子光棍。不过你放心，穷不过3代，就你们家那条件，就算你这一代娶上老婆了，下一代也不一定能娶上，早晚这劣质基因得被自然淘汰掉。”听我这么说，陆文远大霸气的手都抖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瞥了他一眼，怎么？实话还不让人说了？天王老子都没说不让人说话呢，你比天王老子还牛！陆文远大霸气的脸发青，我心里则很舒坦，让你个傻叉来给别人出头。陆文远在旁边一看不好，连忙打了个哈哈，转移了话题。大伯，听说陆明辉考上公务员了。陆明辉是陆文远的堂弟，也就是他这个大伯的儿子。前几年就一直听说在复习考公务员，前几天听说终于过了面试，准备政审了。这在他们家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，毕竟在他们这个省，不孝有三无编为大，只有有编制的才叫有工作，其他统称为无业。至于政审，谁都没当成一回事，毕竟家里没有人犯罪的话，也就是走个过场。一提起这个，他大伯又亢奋了，尾巴都要翘起来了。对，我们家陆明辉马上就要考上公务员了，就等着政审了。到时候我儿子找对象，我必须得让他好好挑挑，样子丑的不要，父母没退休的不要，家里没钱的不要，没有编的不要，还有像你媳妇这样的我们家肯定不要。我拍手笑了，那可惜了。据我所知，
符合这个条件的女孩子找对象都要男方父母双亡，你家明显不符合要求。不过如果你和老伴儿现在就去死也不是来不及。他大伯听我这么说，脸更绿了，起身气哼哼的走了。看他走了，陆文远又装模作样的哄了我几句，无非是让我别和他大伯一般见识，然后为了让我开心，又数落了他堂弟几句。我这个堂弟，别看他考上公务员了，天天不学好，以前各种乱搞男女关系，还把前女友的性感照发家族群里，这不是乱搞吗？就算考上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老婆，咱别和他们一般见识哈，以后咱们在京市生活，和他们也没什么交集。我眼睛一亮，乱搞男女关系，性感照。以前陆文远就不止一次和我说过他这个堂弟乱搞男女朋友关系，在微信里和他炫耀过多次自己又搞了哪个女孩子。这么好的题材我能放过？乱搞男女关系是吧？性感照是吧？这种人怎么能进体制里呢？这不是祸国殃民吗？那必须得举报啊！不举报能对得起人民群众吗？但凡让他考上都是我的不对了。我装作玩陆文远的手机，把他和堂弟的聊天记录全部截图发到我的手机里。当天我就趁陆文远他们不在家，打包了一下材料，弄成了文件夹，直接发到了举报邮箱里。不得不说，现在体制里办事效率是真快。在老家最后一天，陆文远表弟考公被刷了下来，人家给的理由就是乱搞男女关系。陆文远大伯一家懵了，这天大的富贵没了。等打听出来是被人举报后，他们全家快气疯了。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一家闯了进来，陆明辉第一个冲进来，对着陆文远就是一拳头。陆文远还有些懵逼，陆明辉，你是疯了吗？陆明辉眼睛发红，好你个陆文远，我把你当亲哥，你把我当傻子，你竟然去举报我，你怎么这么卑鄙呢？什么？我举报你？我举报你什么了？陆文远感觉自己听不懂人话了。陆明辉说道，你别装傻了，咱们两个的微信聊天截图被你拿去举报了，你真不是人啊！老公懵了，婆婆也懵了，开口道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你哥不会干这事。陆明辉像疯了一样，我弄错什么？除了你儿子还有谁？我在旁边欲言又止，小声说道，不会吧，老公，你真的去举报了？我还以为你说着玩呢。老公瞪大眼睛，老婆你在说什么？婆婆更是怒吼道，你闭嘴，别胡说八道。我委屈地说道，妈，我哪里胡说八道了？你不是也说过吗？陆明辉算什么东西？就他还想考公务员，跟我们家陆文远差远了，天天乱搞男女关系，就算考进去了也会被人举报。我捂着嘴巴，满脸惊讶，啊，不会吧妈，难道是你举报的？我话还没说完，陆文远大伯母已经冲着婆婆嗷的一声冲了过去。好你个王秀英，我就知道你满肚子坏水，我家陆明辉考上公务员了，这把你给嫉妒的，敢坏我儿子前途，我和你拼了！两个人扭打了起来，农村婆娘战斗力果然强悍，婆婆头发都被抓掉了一把，脸上被挠得一条条红血痕，而陆明辉则转头看向陆文远，满脸恨意。好啊，果然是你们家干的。陆文远，我告诉你，我考不上你也别想好过，别忘了你以前给我发的你和女大学生。陆文远打断道，陆明辉，你住嘴，你乱说什么？陆明辉笑道，我乱说，我的好堂哥，嫂子知道你玩弄女学生的事吗？不过你放心，马上嫂子不，全国都要知道了。和女学生，我眯了眯眼，想不到还有这意外收获，真好啊！我假装满脸悲愤地看着老公，好你个陆文远，想不到你是这种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老公连忙解释道，曼宁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没有的事，我对你一心一意的。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，我不听，你还好意思举报别人？你自己都做出这种事，你脸呢？我们分手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陆文远过来想拉住我，而陆明辉直接扑上去和他扭打到了一起，整个陆家大院鸡飞狗跳，周围过来看热闹的村民围了里3层外3层。我趁机拿着行李跑路了。我回了京市，不到2天，陆文远就被在网上实名举报他玩弄女大学生的事情，举报人正是他堂弟陆明辉。此事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高校、女大、出轨，那个都是吸引眼球的字眼。这件事在网上持续发酵，学校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。老公还想抵赖，却不想那个女学生直接站出来指认老公对她潜规则，把老公锤得死死的。老公直接被学校解聘，在整个教育系统里臭名昭著，在京市是找不到体面工作了。而婆家也在当地身败名裂。听说陆文远妈现在连门都不敢出。陆文远找到我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陆文远拽着我的手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真的忍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付之东流吗？老婆，我们去领证吧，我保证以后对你一心一意。我差点笑了，他怎么这么大脸呢？都现在了还有脸来求我原谅，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我开口说道，你也不看看你配吗？老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毕竟我从来没对他说过这种话。老婆，我拿出手机，手机里传出那天在宾馆他们一家3口的对话。妈，你知道什么啊？曼宁他爸的人脉能帮助我早点评上副教授，你说你非和他闹干什么啊？再说了，你就算想争口气，也得等我俩领了证是吧？最好是等生了孩子，他不就被绑死了吗？到时候你再怎么搓磨不行。妈，曼宁他家就她一个独生女，以后什么不都是我们的？陆文远脸煞白，颤抖着用手指着我，所以你当时都听到了，你早就知道了，那为什么还和我回老家？落地，他睁大眼睛，满脸惊恐，一切都是你干的。陆明辉考公务员的事是你举报的。我笑了，笑得很灿烂，
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不懂，我肯定不会承认是我举报的他堂弟，毕竟他堂弟家现在恨的可是他，我傻了才会把屎往自己身上引。还有那个出来指控他的女学生也是我找的哦，很简单，我承诺他只要站出来指认他，就让我爸用人脉给他保研铺路。真当独生女都是傻白甜吗？陆文远心如死灰，瘫倒在地。我转身离去，想知惊世独生女绝户，做梦吧！我即将开始新的人生，而他的人生已经毁了。我转身离开陆文远家的那天，天空阴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。回到京市后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整整睡了一天。爸妈看出我情绪不对，也没多问，只是默默给我煮了碗面条放在床头。我醒来看见那碗面条，心里突然就酸了。这才是家啊！我爸妈从来不会凌晨4点叫我起来做饭，他们只会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盖好被子。我端起面条吃了一口，眼泪吧嗒吧嗒掉进了碗里。吃完面条，我给单位发了消息，说婚假提前结束，明天回去上班。领导很快回了消息，好，欢迎回来，正好手头有个项目需要你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开始收拾行李。陆文远打来电话，我直接挂断。他又发来消息，曼宁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回了2个字，做梦，然后把他拉黑了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我错了，我低估了一个想吃绝户的人的决心。第3天下午，我刚从公司开完会出来，前台小姑娘叫住我，曼宁姐，楼下有个男的找你，说是你老公。我皱了皱眉，他说他叫什么？他说他姓陆，是你老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以后这个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。前台小姑娘点点头，好的，曼宁姐。我正准备回办公室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那边传来陆文远的声音，曼宁，你别挂，我就说几句话。我冷声道，陆文远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曼宁，我知道你听到了那天我在酒店说的话，但那都是气话，是我妈逼我说的。我冷笑一声，你妈逼你说的？你妈逼你说要吃我家绝户？你妈逼你说要把我肚子搞大再甩了我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曼宁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我语气平静，陆文远，你听清楚了，从今往后你别再来找我，也别来我公司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自己体面的走。说完我挂了电话，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我以为他会知难而退，可第2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陆文远提着东西去了家里。我爸语气平静，曼宁，那个小陆来了，说要给你赔罪，我让他走了。我心里一紧，爸，他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吧？我爸笑道，他能说什么？我跟你妈好歹也是活了半辈子的人，他在我们跟前不够看的。又过了3天，陆文远没再出现，我以为他终于死心了。可这天晚上，我刚从健身房出来，就看见陆文远站在门口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胡子拉碴的，看着憔悴了不少。我一看见他就想转身走，陆文远快步拦住我，曼宁，你别走，我就说几句话。我冷冷看着他，陆文远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曼宁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陆文远眼眶泛红，我这几天想了很多，从大学到现在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那些话真的是我妈逼我说的，我那时候就是顺着她说几句，我心里根本不是那么想的。我看着她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要是以前，我可能就心软了，但现在我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这个男人在我面前演的每一出戏，背后都藏着算计。我声音平静，陆文远，你不用再说了，你喜欢我，你是喜欢我家的3套房吧？陆文远脸色一白，曼宁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冷笑一声，那天在酒店，你说的话我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些话是一个真心喜欢我的人能说出来的。陆文远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继续说道，陆文远，你追我的时候给我买止疼药，给我带早饭，那些是不是也是算计？陆文远急了，曼宁，那些不是，那些是真心。我打断他，陆文远，你省省吧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转身大步离开，留下陆文远一个人站在原地。走出10几步，我听见他在身后喊，沈曼宁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没有回头，后悔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早点看清你的真面目。接下来的1周，陆文远没再来找我，我以为这件事终于翻篇了。可这天中午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语气有些不对，曼宁，你那个婆婆就是陆文远他妈给我打电话了。我心里一沉，她说什么了？我妈叹气道，她说她错了，不该那样对你，让我劝劝你，让你跟陆文远和好，还说陆文远现在茶饭不思的，人都瘦了一圈，看着可怜。我冷笑道，妈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们一家人都在演戏。我妈点点头，我知道。我没理他，直接挂了。可他又打了好几次，我只好把他拉黑了。我心里一阵烦躁，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想了很久。陆文远一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，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彻底死心。毕竟我家的3套房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诱惑，他们就像苍蝇一样，闻到腥味就甩不掉。我想了一晚上，决定不再给他们任何机会。第2天，陆文远又发来消息，曼宁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冷笑了一声，机会？我给过他们太多次机会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把之前在酒店偷录的那段录音找了出来。本来想着如果陆文远识趣，这件事就烂在肚子里，可他非要来纠缠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点开陆家家族群，把录音文件发了进去，然后打了一行字，各位亲戚都听听吧，
看看你们家的陆文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录音发了出去，群里安静了大概1分钟，然后炸了。陆文远大姑第一个发了语音，声音都在抖。原子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人家姑娘嫁给你，你就这么算计人家？陆文远二姑也发了消息，嫂子，你们家这是娶媳妇还是抢银行啊？吃绝户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陆文远小姑更是直接开骂，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我早就说你这个人不行，天天在亲戚面前显摆你儿子多有出息，结果出息到要吃人家绝户了。王秀英在群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大概是被这段录音吓傻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陆文远发了一条消息，曼宁，你怎么能把这个发出来？这是我们家的私事。我冷笑一声，回了一句，私事？你算计我家3套房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是私事？你跟你妈商量把我肚子搞大再甩了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是私事？陆文远大伯这时候也冒了出来，之前因为陆明辉考公被刷的事，大伯一家恨死了陆文远，现在抓到机会，怎么可能放过？我早就说过，远子这个孩子心思不正，天天在外面乱搞，还把我们明辉害了。现在好了，让人家姑娘把录音都录下来了，我看你们家以后怎么见人。大伯母也跟着骂，王秀英，你儿子把我们家明辉的前途毁了，现在又闹出这种事儿，你们家就是陆家的耻辱。王秀英终于忍不住了，发了一条语音，声音又尖又颤，你们一个个的落井下石是吧？我儿子再不好也比你们家的强。陆文远小姑立刻回怼，强到吃人家绝户，强到被人家姑娘录音发到群里。王秀英，你可真给你儿子长脸，群里吵成了一锅粥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录音在家族群里传开后，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陆文远老家那个地方，亲戚之间7拐8拐都认识，录音被人转来转去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了。王秀英去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，脸涨得通红。陆文远爸坐在旁边抽闷烟，一根接一根。王秀英看着他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陆文远爸把烟头狠狠掐灭。说什么？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现在还有脸说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老想着拿捏人家姑娘，你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全村都知道了，你满意了？王秀英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坐在那儿掉眼泪。陆文远打来电话的时候，王秀英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妈，你别哭了，我来处理。那天下午，陆文远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陆文远又发了一条，曼宁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跟我一起回家跟邻里说清楚这事。俗话说家丑不外扬，别让我爸妈抬不起头做人。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他。说清楚，做梦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过了2个月，我渐渐从那段糟糕的恋爱里走了出来，每天上班下班，周末跟朋友逛街吃饭，生活简单又自在。这天，大学同学组织了一场聚会，我本来不想去的，但架不住闺蜜林薇软磨硬泡，曼宁，你就去嘛，大家都好久没见你了。林薇在电话里撒娇，再说了，你总不能因为一个渣男就不见人了吧？我被他逗笑了。行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聚会定在周末晚上，地点是市中心的一家餐厅。我到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人，大家看见我纷纷围上来打招呼。曼宁，好久不见，又漂亮了。曼宁，听说你结婚了，怎么没通知我们啊？我笑了笑，已经离了，就不提了。大家识趣的没再追问，气氛倒也融洽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，安安静静的，不太说话。我小声问林薇，那个男的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？林薇看了一眼，压低声音，哦，那是周明义，咱们隔壁班的，以前不怎么来聚会，听说他刚从国外回来，在一家研究所工作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聊天，但周明义给我的印象还不错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做事都很得体。林薇有一天跟我聊天，曼宁，这个周明义对你有点意思，偷偷跟我打听你之前的事呢，你考虑考虑。我摇摇头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林薇急了，你不能因为一个渣男就不相信爱情了。我笑了笑，不是不相信，是还没准备好。林薇叹了口气，行吧，你慢慢来，不着急。直到周明义约我出去吃饭，我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周明义看着我，曼宁，我知道你之前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不问你那些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一直陪着你。他的眼睛清澈又真诚，但我还是摇了摇头，我暂时不考虑这些，跟你出来就是为了表明态度。周明义笑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会等你接受我。就在我以为生活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，陆文远又出现了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陆文远穿着一件黑色大衣，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，站在路灯下，看见我，他快步走过来。曼宁，这2个月我想了很多，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，但我真的改了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追你，好不好？我深吸一口气，陆文远，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陆文远上前一步，曼宁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我冷笑一声，陆文远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陆文远的脸色变了，曼宁，你是不是有了别人？我看着他，这跟你没关系。陆文远急了，你是我老婆，我们还没离婚呢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们还没领证，算什么夫妻？陆文远，你搞清楚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那个婚礼就当是我做的一场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你也该走了。陆文远把手里的花摔在地上，沈曼宁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姓周的好上了？我愣了一下，你跟踪我？
陆文远咬牙切齿，我看到了，你跟他一起吃饭，有说有笑的。曼宁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才分开多久，你就找好了下家？我冷笑反问陆文远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跟你妈算计我家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我的感受？现在你来装深情，不觉得恶心吗？陆文远被我骂得说不出话，站在那里脸色铁青。我转身走进小区，没有再回头。陆文远消停了2天，我以为他总算学乖了，可第3天，他妈站在公司楼下，手里举着一块牌子，沈曼宁，我儿子为了你丢了工作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站在楼上看见这一幕，气得手都在抖。这个王秀英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我拿起手机给陆文远打了个电话，陆文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陆文远声音有些慌张，曼宁，不是我想来的，是我妈非要来，我拦不住她。我冷笑一声，你拦不住？你是不想拦吧？我挂了电话，直接打了110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把王秀英手里的牌子没收了。王秀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评评理啊！我儿子被他害成这样，他还报警抓我们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警察耐心地劝他，阿姨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别在这里闹。王秀英不听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最后还是陆文远过来把他妈拉走的。临走前，陆文远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我站在窗前，冷冷地看着他们离开。这一家人真是无赖到了极点。陆文远一家走后，我去找了律师。律师听完我的情况，推了推眼镜，沈小姐，你和陆文远没有领证，法律上不是夫妻关系，他的纠缠行为已经构成了骚扰，你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，也可以起诉他侵犯你的名誉权。我点点头，那就起诉吧。律师答应了，开始帮我准备材料。1周后，法院的传票送到了陆文远手里。陆文远收到传票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发来消息，曼宁，你真的要告我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开庭那天，陆文远没有请律师，自己来的。法官问他，被告，你为什么要多次骚扰原告？陆文远辩解道，法官，我没有骚扰她，她是我老婆，我们刚办完婚礼。法官看向我，原告，你们领证了吗？我摇摇头，没有。法官又问陆文远，被告，你们没有领证，法律上不是夫妻关系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原告的公司闹事？陆文远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法官继续问，被告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陆文远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，法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去找他了。法官点点头，宣判结果，陆文远被判赔偿我精神损失费，并承诺不再骚扰我。走出法院的时候，陆文远叫住我，曼宁，你真的要这样吗？我看着他，陆文远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我给了你机会，给了你体面，你不珍惜，非要来闹，现在这个结果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陆文远低着头，不再说话。我转身离开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这一次，我知道陆文远不会再来了。听说他回了老家，想找工作，却没人愿意收他。他爸妈也整天哭天喊地，无比后悔当初对我的所作所为。我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。这天，周明义约我吃饭，庆祝事情告一段落。周明义认真地看着我，曼宁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自己扛？你要是愿意，我可以帮你分担。我低着头，搅着杯子里的咖啡。再说吧，我觉得现在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周明义沉默许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朋友吧。我欣然笑笑，自然。这之后，我和公司请了假，去找了爸妈。我靠在妈妈肩上，妈，我想带你和爸出去旅游，咱们好久没一起出门了。妈妈愣了一下，去哪儿啊？我笑着说，我都想好了，去海边，找个风景好的地方住几天。晚上我跟爸爸说了这个想法，爸爸一口答应。我们一家人自驾出去，到了民宿，妈妈一进门就高兴得不行。曼宁，这个房子好，能看见海。我推开窗户，海风吹进来，带着咸咸的味道。远处是蔚蓝的大海，近处是白色的沙滩。爸爸站在窗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空气真好。放好行李，我们换好衣服就出门了。海边的沙子很细，踩上去软软的。我跑过去，海水漫过脚踝，凉凉的。爸爸站在岸上，拿着手机给我们拍照。你们两个看这边，笑一个。我和妈妈搂在一起，冲着镜头笑。爸爸拍完看了看手机，不错不错，这张拍得好。妈妈跑过去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眼睛眯起来了。重拍重拍，拍照累了。我们在海边的长椅上坐着吹风，太阳慢慢西斜，把海面染成了金色。旅游散心回来后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进了工作，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做，加班加到同事们都说我是工作狂。周明义偶尔会约我吃饭，我不忙的时候也会去。有一次他送我回家，在楼下站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，曼宁，你认真工作时的模样特别有魅力。我愣了一下，笑了。你这是夸我还是夸你们研究所？你们不也天天加班？他也笑了，眼睛弯弯的。那不一样，我那是被迫的，你那是自找的。两个人在夜风里笑成一团。而陆文远那边就没这么风光了。他回了老家之后，找工作四处碰壁，有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私企的工作，他却嫌弃工资低，干了不到2个月就上班迟到，工作敷衍，还跟同事吵架。人家老板说我这渺小，供不起你这尊大佛。王秀英在村里也抬不起头了。后来听说陆文远去了市里的一家小工厂打工，1个月挣3000块钱。他爸气得跟他断了联系，说他丢尽了陆家的脸。有一天深夜，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，曼宁，我是陆文远，我后悔了，
真的后悔了。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我看了一眼，把消息删了，继续改我的方案。不是所有的错都值得被原谅，也不是所有的后悔都配得到一个机会。陆文远永远是过去式了。又过了1年，我的项目拿了一个国际奖项，公司专门开了庆功会。那天晚上，我的照片登上了行业新闻的头条。庆功会结束的时候，周明义来接我，他站在酒店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束花。恭喜！我接过来，低头闻了闻，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初夏的暖意。与此同时，那条新闻被人转发到了陆家的家族群里。看看人家沈曼宁，现在都拿国际大奖了。原子当年要是好好对人家，现在哪至于混成这样？后来我才听说，陆文远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，撒酒疯哭闹了一夜。但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，我只知道我的人生翻篇了。至于周明义，那天他送我回家，我叫住他，周明义。他回头看我，我张了张嘴，最后笑了。没什么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他也笑了，然后转身慢慢走进夜色里。我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有些人不用急着定义，日子还长，路还远，谁知道呢？